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重启人生的帖子啊，就是去旅游的。重启人生去丽江，重启人生去昆明，重启人生去大理，就去云南重启。啊，云南网不好，感觉云南是游戏里的复活点。到云南就兄弟可不敢再往南走了，再往南就不重启，那就关机了。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大老王。聊，我大老王。我现在已经不上班了，那你发现不上班跟上班比，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上班。网上管我们这种行业叫自由职业了，对吧？自由职业是我认为一个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反义词，很矛盾，自由和职业。上次听到类似词是调休。小长假，神仙工作，小北冠军。我们这个工作呢，性质属于创作性工作，其实每天就是在家里，主要是等梗出现。我很羡慕农民伯伯工作，春种秋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春天种下种子，秋天收获果实，然后就会留下一地的梗。这就是我最羡慕的生活了。但我这个状态，基本每天就是盯着屏幕，一天啥也不干，主要是改改行间距，修改字号，调整文档顺序，就是我的一天。我的一天呢，就是啥也不干，啥也不干呢，就是我的一天，这就是我的一天，我的一天，这就是，这是谁的一天呀？我的一天，干嘛呀？这几句写了1个礼拜呢，写了1个礼拜呢，这几句。在家自己控制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吧？你在家里越认真工作，对家里别的事情注意力就越集中。一认真工作就发现这个墙纸坏了，门框翘了，踢脚线是不是要掉了？自由职业一个学会没缝了。我其实跟很多人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焦虑会抽烟喝酒来缓解，我不是这种人，我是那种一焦虑就早睡早起的人，非常的健康。我感觉我真的是焦虑吗？我该不会是自律吧？感觉我是那种可以健健康康的焦虑到80岁的人，就是那种每天起来都我烦死了，但我不死。焦虑，我看不了小红书上那种很积极的人，什么25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26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27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我一年一年的搜，你知道吗？我最高搜到70岁重启人生，一切不算，我真崩溃了。我说70岁还不晚吗，大爷啊？一点积累都没有吗？70岁重启，那不重生了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重启人生的帖子啊，就是去旅游的。重启人生去丽江，重启人生去昆明，重启人生去大理，就去云南重启。啊，云南网不好，感觉云南是游戏里的复活点。到云南就兄弟可不敢再往南走了，再往南就不重启，那就关机了。所以去云南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治愈我的，所以前段时间我去了景德镇。今天节目录制压力太大，第1期准备期间去景德镇去缓解焦虑，然后太累了，整整6天，捏了20多个盘子，真太累了。996的捏泥巴，自费干日结来了。每天起床就干，倒头就睡。我说是重启人生还是劳动改造来的呀？景德镇基本上全是来重启人生的。我们班有一位
裸辞来学词的一位北京来的词。太帅了有点儿，裸辞来学词，丢了饭碗来做饭碗，每天都是吃不上饭了，还在那儿忙活呢，空腹有氧，放松之余还要学个技能。This is China。做盘子很难啊，因为盘子很难做大。第一堂课学拉杯课，你知道，最后累得手都抖了，可以说是大盘持续震荡，很懊恼，你知道吗？30多岁玩不明白泥巴了，学了一下午，泥还是泥，我和泥都扶不上墙了，觉得自己很蠢，你知道吗？原来不会写段子，现在不会捏盘子，我该不会是个傻子吧？啊，我真蠢，你知道吗？怎么能？你怎么笑点太奇怪了呀？我真蠢，我是怎么想的？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呢？我想过历史上唯一一个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是女娲。女娲捏泥巴造人，女娲是按照自己样貌来做的人，一焦虑就做自己。感觉女娲是会发小红书的那种人，上班就能玩泥巴，真是一份神仙工作。女娲这工作应该挺焦虑的，因为女娲的主业是补天，每天一起床都有一个天大的窟窿等着她。女娲很无辜，女娲纯背锅，凭什么共工统的天女娲来补？招谁惹谁了？你说女娲每天会不会看着那个天非常的绝望，说哎，如果这个天要是行间距就好了，能修改字号把它挡上吗？能把别的天复制粘贴到这儿吗？这是谁的天？女娲补的天。这是谁的天？这是我的一天。大老王写于2025年4月27日景德镇，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谢谢大老王。哎，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大老王。这是王哥表演最像你平常，而且最自然、最自洽，完全没有任何紧张的一次。你就得在凌晨2点到3点之后才能。我上次是这个点淘汰的，上次打小北，然后。哎呀，但真的确实非常好，里边这些逻辑啊，包括这些段子，就王哥讲感动了，给我们都。特别好，特别想看到这些朋友在绝境下又开出花来了。是，这是我觉得我看到他在这舞台上最完整的一次表演，真的，我觉得你征服了你自己了，你已经对，这不是你的一天，这是你的一夜，这是你的，这个晚上值得我们铭记。我觉得大老王是个气质很复杂的人，你身上就是有那种又俗又雅的东西，就是你身上有那种特别的世俗的。不想去奋斗的那种真实感，又有那种睥睨一切的那种骄傲感，又有那种浪漫主义的放纵不羁的那种说不上来的感觉。这根牙签刚扎完火腿，要开始剔牙，是那意思吧？但你今天整一篇就是把你非常复杂又混合的气质，在一个很浪漫的篇章里，由你的一天开始，由女娲补天结束，我觉得就是像读了一篇很走心的那种文章，幽默散文。我还没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词，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读过这种东西，就是有一种很耳目一新又被你的那个浪漫的气质打动到的感觉。这些文字这些内容，如果我们落于纸上，然后你读一遍，你绝对想不到这个作者叫大老王。泰戈尔，按理说应该。我从来没听过有人把摸鱼这么浪漫的表达出来，就是理直气壮的，还略带一丝伤感，好像自己都是被迫的似的。
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在被命运推着去摸鱼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底色也是悲凉的啊，这悲壮摸鱼。是的，是的，感觉痛的时候我在成长。啊，都是你的金句啊！这是很难得的一种特质。你是做过那个1年1度喜剧大赛的编剧是吧？我是去过3年，然后但是都走得很快。你能不能把稿费退过来？但是真的是特别浪漫，我特喜欢。啊，我觉得那个就他跟小北的那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小北那个是往前的，他是往回做的，就是完全风格不一样的。我很好奇他们俩那个票，以及有人被淘汰的时候，他们怎么在这儿互相安慰对方。啊，他其实线下是个特别好的演员。先提他说了。我主要好奇马老师，您不觉得他这个反正话能写1礼拜是怎么回事？他一个人的反正话得琢磨1礼拜。那段特别妙，他的那个文字，你有一种，他就认识这么多字儿的感觉，你知道吗？精准，是吧？对。同样的话，我好像听莫言老师是不是也说过？他说他自己识的字没有那么多，所以写的东西所有人都能看懂。对，上到诺贝尔的高度了。别！我很好奇，你上一次哭是为什么？纯被小北打哭的，不是，没有，就是因为我自己上来准备的不好，然后自己给自己带了很多包袱，然后上来以后，其实我自己上台就有点排斥观众，我自己在自己那个劲儿里就讲，然后讲完以后下去以后又觉得不对劲儿，然后自己在那个我们有个房间就是叫后采间，然后就在里面就扛不住了。那个也是也不能怪咱们真人秀团，真人导演跟我说里面没有任何人，只有你自己。还有17个机器，他说你可以在里面，你知道你自己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他说去吧，你去跟自己说说话。真是涉世未深啊，这是。然后我进去就开始爆哭，太好哭了。你都不知道有镜头是吧？我不知道呀，他跟我说那个不一定用，我就哭，结果应该是那期可能我哭剪了3分多钟进去。比我段子还长，那期那个爱奇艺好像是热搜头条什么付航太炸，阎鹤祥什么教主和大老王哭。确实，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就是走心，然后也情感很细腻的人。他非常善良，然后非常的真实，甚至带点个人色彩。但真的今天很为你开心，就演出了你线下的那种松弛和自然。之前每一次上台就只要一凉的话，就语速越来越快。然后就是或者是非常紧张，对，完了，但是今天王哥打出王哥的风采了，真的。因为我确实没什么经验，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内容导演康桥，还有我们的现场导演在这跟我调了半天表演，然后小加蒙恩还有小北又比较有经验，我们一组的那个团魂特别好，我们一组就跟感觉待了一辈子一样，然后你们这一辈子好短啊，反正挺感动的，反正就感觉他们一直在互相帮助，给我们提供建议啊，还有出一些很没有礼貌的玩笑，然后对，没有小家侮辱别人，主要是。确实，如果大家有朋友是第一次看到大老王，就是这段，就不要再去搜索他过去的表演，停留在此刻。是的，我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是我第一天。谢谢这位新人。哎，谢谢，谢谢，非常精彩，为你开心。确实啊，我们这个小北大老王2位老朋友都拿出了很精彩的表演，也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庞老师了，给他支持好不好？掌声有请庞颖。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庞颖。我是一个辩手，但我也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我为什么去上班呢？因为奇葩说已经好几年没办了，马老师转行做喜剧去了啊，所以呢，人上班啊就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我前一段时间去体检，查出来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但是我妈如临大敌，非要过来亲自照顾我的生活。我妈一来，我如临大敌。啊，我妈做饭就是习惯会做很多，所以我总得吃剩的。我说妈，你不是说预制菜不健康吗？
剩菜热一热不也是预制菜吗？啊，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挺矫情的，吃点昨天的剩菜怎么了？问题是它不是昨天的剩菜，它是昨天就叫剩菜了。我妈呢就说外面的预制菜不好，因为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我们家的知道。米粉肉是前年过年的，粽子是去年端午的。我妈劝我吃他们的理由跟相亲差不多，它虽然不怎么样，但知根知底啊。我妈呢就是希望我活得自律一点，我从小就比较胖，总有人觉得呢胖就等于不自律，但是我不同意啊。虽然有些人觉得坚决不吃不健康的东西叫自律，但是我认为坚持不吃不好吃的东西才叫自律。同意吧？有人说呢不对，自律啊你必须得约束自己的欲望。那我也挺自律的呀，我多么想买房都没有去抢银行。又有人说规律的生活就叫自律，这也不对啊，偶尔出轨叫放纵，每个月定期出轨一次就叫自律。其实我不是不在乎自己的健康，但是打工人太累了，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我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是真的全职的工作。我加班加的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周工作过超过100个小时。我为什么没有管理身材？那是因为我在忙着管理自己的人生啊！我也想同时拥有谷爱凌的身体、董明珠的事业，还有马斯克的繁殖能力啊！就工作久了呢，是不可能没病的。我觉得我的体检报告比我的工作报告更能体现我工作有多努力。因为病历是很难注水的。我甚至在想啊，去面试的时候是不是病历比简历好用？想象一下 HR 面试，我拿出病历，有结节代表我能忍。别人工作是结果导向，我是节节导向。曾带领团队打破公司最高血糖记录，团队人均211血压。你来自985，我来自 ICU， 我用的还是年假，绝不占用公司公共资源。我最近体检最严重的一项是体检出一个巨大的甲状腺结节，我一听很吃惊啊，我明明是做乙方得的结节呀，它应该叫乙状腺结节。后来呢，我去医院看，医生说的都不一样，所以最后我跑了6家医院，我终于有了一种当甲方的感觉，到处收集方案，然后比稿。有些医生说疑似是癌，没有打动我；还有一些医生说让我手术处理一下，我觉得挑不出什么问题吧，但是没有新意。最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方案，他们说我根本没事儿。为什么会没事儿呢？我做甲方做得太爽了，我的乙状腺结节呀，自然就没了。刚开始那2个医生说是癌，我妈又如临大敌，说我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我吃外卖、熬夜、工作压力大，让我赶快辞职回老家。小时候让我努力，生病了怪我太努力。原来东亚小孩的亚是亚健康的亚。以为很严重的时候呢，我请了一个长假，后来发现是误诊，我也没有销假。毕竟请假挺难的，而且我也想明白了，我不是只有病了才配休息。有个网红曾经说过，到底是多么伟大的前程，才让我们错过了4季。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秋天里，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美丽的秋天里，漫天的落叶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在最好的年纪，人就没了。好，我想了一下，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得先去休息一下了。谢谢大家。谢谢庞颖。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庞颖，这次是第2次站在脱口秀的
舞台上就给大家表演，觉得跟第一次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也是午夜，然后呢，这个看着观众的时候，就这个辩论腔就起来了啊，然后他们就说我特别辩论腔，不知道今天你们觉得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啊？我觉得庞颖，因为你辩论的时候是那种有理有据有节，然后讲得非常清楚，然后逻辑非常缜密的人。然后我听你讲脱口秀呢，我觉得你的这个基本盘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讲得很慢很清晰，然后叙事很流畅，有理有据有节。因为我这个脱口秀开始说脱口秀大概就2、3个月啊，所以处于一个跨界选手。我现在也经常消化各个这个脱口秀专业演员对我的这个评价和建议。那你会觉得你要一直讲下去吗？就你对脱口秀的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我最开始之所以会说脱口秀，就是因为小鹿去新加坡线下巡演，然后后来也确实是因为这个体检的问题，我就请了一个长假，所以就借这个长假，然后来学习一下这些喜剧技巧。会不会持续说脱口秀呢？我觉得不一定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吧，但我可能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表达者，所以学一些喜剧技巧，我觉得会就是让自己整体上希望可以以后更加做到收放自如。马老师、庞颖这个也是老朋友了，很熟悉了。以往是在奇葩说的舞台上，今天看到是什么感？会陌生吗？还是会有其他的感受？是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啊。对，那个，庞颖是个好辩手，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每个人他有他自己那个方向。你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场里有很多选手是这辈子，如果你不让他做脱口秀，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你是那种这辈子如果不让你去辩论，你可能也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在有机会辩论之余，你会去尝试一下脱口秀，就像有很多这屋子里的选手，他们在脱口秀之余也会去尝试一下辩论，但是最终支撑你自己的是你真正喜爱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一个好的辩手。好，下次这个再有辩论的机会，我一定去。其实今天大家刚来前面几场的时候，就有好多脱口秀演员说他们去过奇葩说，但是都被淘汰了。我听着心里稍微平衡一点。现在就是看他们俩谁被淘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比如说你在自己的领域上很专业的时候，你想要挑战一个新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你也想尝试，你也觉得你喜欢，然后它一定会有过程。但我觉得可以站上这个舞台，跟这么专业的，然后大家线下都有专场的选手们一起同台，我觉得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但我是想问你，站在舞台上，就是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肯定是开心的，因为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还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就是我这个表现无论怎么样啊，这上面是融合了全中国最优秀的编剧和全中国最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对我的帮助啊，我也不知道具体谢谁，只能谢谢全中国了。不用说的这么过，是全中国最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和编剧中的一半。因为我其实到上个周末才去上了脱口秀的课，才去学了脱口秀的理论。我觉得有2个核心的差别啊。进入舒适区了。你看，对，听老师讲解。在辩论里，我们很多时候讲的事情是社会的现象、社会的事，非常有代表性的事。在辩论在这个脱口秀，他们都是讲个人的经历，都是从个人出发。辩论里多数还是比较客观理性的观点，在脱口秀大家喜欢听到个性的观点，就不一定是最有逻辑的。但是就是故意很荒谬、很好笑，不是大家都告诉我，脱口秀不是为了说服人，而是为了逗笑人。谢谢庞老师，谢谢庞老师。我觉得就是您说的有一点很对，脱口秀就是大家每个人站出来讲讲自己的故事，讲讲自己对可能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看法。只要好笑，只要能逗笑今天的观众，对我们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寻求到了今天那部分的认同。就像庞颖所说的啊，每个人对自律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能坚持喝一瓶
零糖、零脂肪、零能量的统一春福无糖茶。我相信啊，你就是妈妈心目中那个自律的孩子。我的脱口秀妈妈，这个小鹿有什么要说？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庞老师非常勇敢的一个人。我有时候经常在，比如说跟他讨论脱口秀的时候，都有点不好意思，就想我何德何能，我跟一个耶鲁的学霸教他怎么讲话，我觉得这是很荒谬。在奇葩说的成绩也比他好。对，我们就是在这个聊这个事情的当中，我就觉得其实庞老师他有他非常，就是他站在这个舞台上，是因为他有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真实的在职场里面讲他职场的生活，并且把他非常细腻的观察带到这个台上，所以很开心他来到这个舞台上跟我们分享了他真实的职场经验。对。我就再说一句，我真的非常感谢小鹿，还有就是真的好多人，但是以小鹿为代表的，有的时候他告诉我某一句节奏不对，他真的是发语音过来告诉我那句怎么说啊。无论今天我的表现怎么样，我非常感谢你，小鹿。是的，有时候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嘛。我们也把小北和大老王请回舞台中央。一场3人的对决，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大老王呢，也就是遭遇到跟去年第2轮淘汰的时候一样的状况，但是他这次顶住了压力。他们比完，我觉得小北会赢。客观从现场效果来看，北子确实顶起来了。小北太牛了，夜场小王子，这个也是我看过他演的最好的一场。庞老师第一次接触脱口秀，然后你看他这一篇其实是一个非常规范的脱口秀文本，而且他把他自己那个锋利的辩论的那个劲儿都减弱了，那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快乐你就 vivo live， 接下来进入结果揭晓时刻。小北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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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恭喜小北194票成功晋级。和 vivo live 一起见证这场点亮喜剧深夜场的实力对决。小北开始释放一点点自己的愤怒了，自己非常真实的想法，然后开始一些猛烈的喜剧批判了。觉得非常好，特别希望小北继续这样火力全开。一个演员，尤其是个老演员，你不在舞台上变化，你一定被观众抛弃，这是很残酷的。但很庆幸的是，我看到他今天的变化。他终于不做那个快乐小狗了，到深夜场全都变疯狗。朋友们好，我是小北，然后我仅代表自己给我稿件中提到的所有老师诚挚的道一些歉，实在不好意思，很喜欢你们，原谅我哈。按照规则，大老王和庞颖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走之前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我不知道，反正不知道能不能淘汰。然后，你许愿呐，你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确实好像你认认真真的就是全力以赴的，就是不就是好好演什么之类的，就是确实是不会哭，然后。我很满意，我不是很在乎结果。现在我觉得我刚刚演得很舒服，很开心。好就可以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老王。根据庞军师的计算，他这个分数没有问题啊，不要担心。那我发表一下获奖感。就是我刚才想说的话也说了，如果我接下来在今后的1年之内，脱口秀可以变得更好，继续说，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如果有机会，就明年再见，也期待你带更多的新朋友来。